老板娘，嗯，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着我。以后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乖乖的做。厉师兄，这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这种旁门左道的功夫你不能再用了。哎呦，毕大人，我的腰要断了。你为什么叫我看着你的眼睛啊？我眼睛不舒服，你有没有药？有啊，我拿眼药水给你啊。我这才是怎么了？明明都快要得手了，怎会因为罗师妹一句话就分神了呢？毕大人，圆圆在这里啊，我找到眼药水给你了。不会用啊？没事，来，我帮你。来，坐。坐下来，两刀啊。老板娘，嗯，看着我呀。在看着你啊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眼药水啊，可是我很疼痛，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不疼。你们2个在做神啊？没什么，我先下去了。你跟姑姑在做神？没事，你嘴做神。没事，吃了辣椒敏感。你跟姑姑在做神。你为何这么晚都还不睡啊？我跟阿诗在聊天，你呢？这个时辰跟姑姑在天台干嘛呀？聊天？聊天能聊成这个样子？吃辣椒敏感？你居然可以做出如此丢人的事情！我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了？你不辣吗你？红了吗？别吃了，很呛口的。过敏了没有？明明干了狗血之事，还说谎来唬弄我。我如何苟且了？亮啊！你不可理喻！我会那么不洁身自爱吗？我会做出那种丢脸的事情来吗？你没有做也不用那么生气啊。你有我像你啊，整天只会想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满腹阴谋诡计。我这叫智勇双全。今天若不是我，仙草堂能渡过难关？你还敢说今天呢？万一突然说我是医师啊，害我成了骗子。你不是整天说要报答老板娘的收留之恩吗？我这是成全你。我想想就觉得不对劲啊！平时让你洗个碗比登天还难，今日居然肯费神帮仙草堂献祭，你给我从实招来，是不是别有居心？你就是别有居心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吃闲饭的，我们也是有用之人。特别是向那2只老公鸡证明，我毕大人的手段。哦，难怪适才你和姑姑。那我警告你啊，不准打姑姑主意。如果你敢对姑姑动坏主意的话，我绝不饶你的。为何师妹如此生气？
到老板娘接近我，她吃醋了。哎，早。早少彤，我陪你跟阿诗去看心理医生吧。不用了。哎呦，我在网上看到新闻呢，那个古装人还没有落网的。是啊，他之前在这里附近出现，还是我陪你去比较安全。你想太多了，怎么会那么巧碰到那个古装人啊？哎，老板娘，我觉得思文兄讲的没有错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小心一点也无妨。而且，老板娘也的确需要人保护，但是要找到对的人。厨房里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，你去做工吧。怎么突然间那么多人想要当我保镖啊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。少彤啊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据说那个人身手不凡，就连衙门的捕快这个是警察，也奈他不何。老板娘，他可是危险之极的逃犯，我可不想你出现任何问题。厨房里真的有很多事情要等着你去做的，这里不关你的事。少彤啊，还是让我陪你去吧。真的不需要了。潇洒说他拿半天假，你去了没人看店。那就关半天喽。那如果有人要买10圈大补蛋怎么办？那就关哦。怎么了？来，思文兄，怎么了？哇，我的脚怎么突然间那么痛啊？思文兄，你连站都站不稳，如何保护老板娘？我相信毕大人的功夫应该蛮不错的，让他保护我吧。老板娘，请。没事的，少彤，没事。少彤，姑姑，我也去。好啊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地铁，是种交通工具。不过，他们在揣摩怎么演古代人。好了，别再演了，让我专心开车啊。12楼，这箱子是何物啊？这是电梯，用来载人的。进来。这箱子能载人？是啊。哎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进来吧。进去吧，没事的。放心，来，快点，毕大人，进去。怎么往上升了？阿是啊，这些稀奇古怪的符号是什么呀？这些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数字。啊？阿拉伯是谁？这就是现代人用它来代表数字的。这蚯蚓是什么呀？这是1。这是1。那这个呢？这是2。 2长得像鸭子啊。那这是3。是啊。那这是4。哦。这葫芦，它是5。这是8。8是葫芦。那这又是什么呀？这是关门开门。那为何门没开呢？电梯在走，怎么会开呢？那这铃铛是什么？我已经帮你们登记好了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医生还没有来，请你们先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先坐一会儿，姑姑上洗手间啊。哎，
别人的东西啊！是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杯子。杯子怎么生到这副模样啊？怎么会有水？这是饮水器。哎，别按了，拿着。这水能喝的吗？能。阿世，你身子哪里不适？为何要看大夫？况且你不能自缢吗？这里的医生不是你想的那种医生，是心理医生。心理？莫非是治心病的？心病要怎么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姑姑叫我来，我就来了。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，真没出息。你若是不想来，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想想穿越之法，这才是当务之急啊！你让他不要听人摆布，却要他让你摆布，你什么道理啊？严医生，你的病人已经到了。好。雅珊姐，雅珊姐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何时来到这的？哎呀，你没事太好了，只有你真是太好了。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林一啊，林一啊，你认错人了。婷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是这里的心理医生。这么巧啊！原来阿诗要看的心理医生就是你啊！你们太有缘分了。我先进去准备一下。雅珊姐，毕叔兄，雅珊姐没事啊，她真的没事，她也过来了。不是雅珊，她是。她不是，她跛脚，就好像李时珍和李继实一样，虽然他们两个样子一样，但却是不同的人，懂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她是雅珊姐的后代？李先生，你可以进去了。那就代表雅珊姐在大明平安无事，才可以有后代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知道李时珍与雅珊并没有被毒害，所以以后不要开口闭口说我什么残害忠良。行。姑姑，你是如何认识那位姑娘的啊？婷婷是阿诗以前的女朋友。女朋友是谁？爱人。爱人。所以阿诗就是为了这位姑娘郁郁寡欢。婷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李先生，身为你的心理医生，你还是称呼我为严医生比较好。哦，严医生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先来聊聊你的近况吧，让我对你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你就当做是跟普通人聊天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你去了美国之后，我一直去找你妈妈。李先生，你的职业是什么啊？我还是跟姑姑经营仙草堂。那结婚了吗？有几个孩子？没有。
这10年来，我一直在等你。请你不要误会啊！第一次见面，我必须了解我病人的生活情况。那你呢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李先生，你是来接受治疗，还是来询问我的私生活的？如果你不想接受治疗的话，我们可以马上终止咨询。别，对不起，我不问了。没事，我们来换一个方式吧。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困扰，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？10年了，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。我每天都在想他，害怕他过得不好，因为害怕，所以失眠。这般5颜6色的，当真能吃？没见识。御厨房的点心不也如是？不过这些看起来好像更加美味。蛋糕买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哎，你们2个从来没有吃过蛋糕啊？鸡蛋糕吃过，没这些漂亮。想不想试吃？我们可以吃这些吗？来，快试一试。我追寻南北和西东来证明我是稀有品种。我回到另一个巅峰。若是你，我劝你别继续做梦。这味道犹如水果啊！你吃的是草莓蛋糕，味道如此浓郁，入口即化，美味得景。那个是 cheese cake。cheese cake。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吃蛋糕，那我就全部买1块回去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就选东西了。谢谢你，姑姑。不用客气。老板娘，我真大方，真是天下第一好老板。师妹，师妹，你在做神啦！有草木皆兵的感觉，似乎有很多人在暗中监视我们。哪有人在监视你？有。你指的是这些圆圆的，这叫做 CCTV。什么些？这个就是 CCTV， 俗称叫电眼，到处都有的。这个摄像机能把你的一举一动给拍下，连接到录像机就能录影了。录影？好比上一次那个穿古装衣的疯子跟警察搏斗，因为他被拍下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整个过程。哦，原来是他。看到杂念，看他昙花一现，是非黑白颠倒，他们只手遮天，带着火种走在黑暗世界，跟着我的方向，光明就在眼前，奉献了希望真相，没有了半点猜想，只有经历才能发现新的天地。对。明一怎么了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出一步，快点，快点。小心一点啊！来了。大致上是这样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阿诗，阿诗，什么事？哎，阿诗，你在发什么呆？
快帮我看看我练得怎么样。哇！医生，你有没有空？我想约你喝杯咖啡。李先生，身为专业的心理医生，我们必须跟病人保持距离，希望你明白。下班后也行，就当做是朋友叙叙旧。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，我还有下一个病人要见，请你先出去吧，李先生。阿世，婷婷怎么说？没说什么，我们可以回去了吗？可以啊。你们跟阿世在外面等我哦。婷婷，姑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送给你。谢谢你，不过你不需要送礼物给我。不用客气，大家都这么熟了。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店里吃饭啊？叙叙旧。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，不如今晚吧。我今晚不行，明晚呢？我也刚好没空。姑姑，我刚才跟技师聊过，发现他根本没有什么问题。你为什么要带他来看心理医生？婷婷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阿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。你记得的，他以前啊对中医很有兴趣，也很有天分。现在他什么都放弃了，他的人生好像失去了希望。有些时候啊，还会意想不开，想要做傻事。我真的拿他没办法，还曾经把他送去疗养院。阿世这些日子过得很苦，我真的很想帮他，找了很多医生，怎么治都治不好。幸好啊，今天遇到你啊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再介绍一位心理医生给你认识，他的资历比我深，经验比我丰富。不用不用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治好阿世的。你看他一见到你就好转了。婷婷，你就当做是帮姑姑一个忙好吗？先吃哪块好呢？真是好生令人为难呐！毕大人，你竟敢和老板娘出去，把所有工作丢给我们两个人做啊？我可是身负重任，要护卫老板娘。你以为我想出去？我也不想，只是有些人难以担当重任。哎，本来少彤是一定让我陪他去的，是你抢着跟他出去的哦。哎，郝思文，你趁我不在，想单独和少彤出去啊？哎，心理医生是我介绍的，我陪他跟阿诗去是很应该的啊。你用这卑鄙的手段就不行。可惜呀，两位都不能出去，错失了与老板娘同游的机会。还出去玩，难怪去了老半天。你们去了哪里啊？都说这老板娘人真的是好。知道我初来乍到，哪里都没有去过，就带我去那个狮头鱼尾的地方。Merlion， 还有3根柱子，上面顶着一条鱼。Marina Bay， 空中转着个大轮子。Singapore Flyer， 还有巨型莲花什么的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不但风景宜人，身旁还有家人相伴。真的是赏心悦目。你玩得很开心，很过瘾哦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儿所有的清洁工作你来做，
扫地、抹地、洗厕所、倒垃圾，通通给我做好。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等我先吃一口蛋糕，大饱口福。喂，这些都是少彤买给你吃的？都说老板娘人好，老板娘说我护卫有功，就买了这些蛋糕给我一个人。我才不信他买给你一个人吃，我也不信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你们不能动。哇，这里蛋糕那么多，你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就是啊。好东西，当然要慢慢享用，岂能囫囵吞枣？我会分几天慢慢吃。那就好。不过我给你一个劝告，如果蛋糕吃不完的话呢，赶紧放进冰箱里面，要不然我怕它会坏掉了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看，这个奶油啊，都快融化了。你这不放在冰箱，很快就不能吃了。你看，再不放进去啊，我怕会发霉了。阿是啊，刚才我跟明一还有毕大人他们去蛋糕店，没想到他们这2个从来没有吃过蛋糕，就买了一些回来。下去陪他们一块吃吧。怎么了？还是放不开婷婷啊？既然今天见到面了，就要好好把握机会，把她追回来。你们失去联络这么多年，都能误打误撞的相遇，可见啊，你们是有缘分的啊。他把我当成陌生人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难道你想放弃吗？他就像一座冰山，那么的冷漠，还暗示我连朋友都不需要做，我还能怎样？你看到他走路的样子了吗？是我害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连我都恨我自己，何况是他？没有爱哪来的恨啊？要是一个女人对你死心，她不需要有任何反应，也不用对你冷漠。她越是这样子，这表示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自己控制不住，又喜欢上你。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子的吗？姑姑是女人，我最了解女人的想法。只要你有诚意，她是不会拒绝你的。蛋糕呢？刚才我经过这间蛋糕店，看它的蛋糕的卖相还不错，没想到味道真的不错哦。真的，这一块真的很好吃，这绿茶真的是很香，好吃，很好吃。你居然在吃蛋糕！你这家伙啊！刚才竟然吹牛说少彤特地买蛋糕给你吃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我就觉得奇怪啊，少彤一向来很照顾所有人的，怎么可能只买给你一个人吃啊？对了，我们就跟你们说说笑，谁知道你们还当真呢？你还说你跟少彤去滨海湾游玩呢？原来只是开车经过而已啊！刚才明一说，一路上呢，你一直避开那个店员，干嘛？做了坏事，怕警察抓你啊？毕大人，不要生气，我留了蛋糕给你，来尝尝我亲自泡制的桃花茶。来，坐下来慢慢享用啊。我今天呢心情特别好，
我想要去唱 K，唱2个钟 ，Let's go。哦，唱歌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玩得开心一点啊。好。哎呦，这是姑姑留给你的，吃吧。我喜欢的都被他们吃了。谁叫你现在才出来啊？又留块泥土给我。那你吃我这块壳哈，我只吃了一点。这上面都是泥土，怎么吃啊？你是要是一层泥土，还是整块泥土？你自个儿选。你看那个样子，快试试看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这一点泥土也如此好吃，这全部是泥土，岂不更好吃？你想做成，这是要留给阿世的，你吃我这块就好了。这可是老板娘留给我的。不许贪心。阿世，吃巧克力蛋糕，还有姑姑泡的桃花茶。姑姑说了，这个口味是你最爱的。也是他的最爱。谁啊？是不是你那位婷婷姑娘？他以前很喜欢吃这个蛋糕的，不过他怕胖，每次吃一半就留给我了。后来吃着吃着，我也慢慢喜欢上他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是想拿来哄你开心的，没想到害你睹物思人，让你想起伤心事了。那别吃了啊，别吃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阿世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分享，你和婷婷姑娘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啊？阿世，婷婷，怎么样了？亚军！哇！耶！我就知道你会拿到奖牌的啊。刚才真的是什么事情啊，这么开心啊？姑姑，婷婷拿到亚军哎！你看，哇，恭喜你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谢谢姑姑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全国冠军。虽然我的对手很厉害，不过我一定会努力，一定会超越他的。哇，好有志气啊！那姑姑为了奖励你呢，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鹌鹑。真的，谢谢姑姑。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的。他买什么给我？你猜猜看。我猜不到。你买什么？你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我忘了这些我都不能吃。什么？因为比赛快到了，我需要节食，还差1公斤。没关系，打包回去跟你妈妈分享。我进去煮你的红烧鹌鹑。谢谢姑姑。坐一下吧。啊呜！脚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应该是用力过度，好像有一点扭伤了。我帮你看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我吃止痛药就没事了。你空腹吃止痛药会胃疼的。我有个办法可以治你。什么？针灸。你会啊？最近我的家乡寄来一本医书啊，是我的祖先李时珍写的针灸心得，只有李家的人才看得到的，真的很棒。所以你会用针灸来治病，好像古代的神医一样。谈不上治病，不过要治好轻微的扭伤还是没问题的。
你看，只要针灸解溪穴、足临气穴、丘虚穴、阿是穴，可以缓解疼痛。你敢不敢让我试一试？为什么不敢？怎么样？脚还好吗？好像没事嘞，你看，呵，我能踢了。谢谢你，李神医。厉害吗？最厉害就是你了。我知道。送我到这里就行了，我自己走过去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回去吧。那天之后，婷婷的腿就变成现在这样了。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放弃了医道，从此不再帮人家针灸。他一个人还不够吗？婷婷本来对武术抱着很大的热忱，她的目标是全国武术冠军，而却因为我，她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是我毁了她。可你当时用淮山针帮他止痛，这方法是对的，这为何会有意外呢？阿世，你是不是做穴道了吧？我一直追查原因，后来发现空着肚子不可以针灸的。哦，他晕针了。都怪我，是我疏忽大意，学艺未精，就把它当成实验品了。我是个混蛋。婷婷姑娘如今对你如此冷淡，想必是对你还有埋怨吧？所以我一直想要穿越，想回到过去。如果可以回到那一天，我一定不会帮她针灸的，她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意外的发生，我要改变婷婷的命运，这样她就不会恨我了。阿世啊，你何苦舍近求远呢？这如今婷婷姑娘已经出现在你眼前了，你该做的是要当面向她谢罪认错，而不是找什么穿越之法啊！我害了她一辈子，哎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我怎么敢期望她原谅我？她一定会原谅你的，你们两个之间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雅三姑娘？婷婷姑娘居然和雅三姐长得一模一样，就好像你和我师兄一样啊！我在想，这婷婷姑娘一定是雅三姐的后人。这么巧吗？是啊，我师兄能遇上雅三姐，治好她的聋哑症，没想到来到你这一代，你居然能遇上雅三姐的后人。你说了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是啊，就好像我和你一样，相隔400年都能遇见，说不定你跟婷婷姑娘只是好事多磨呢。那我该怎么样让她原谅我啊？这我从未有过心上人，这心思我也不是特别理解。哎呀，不过俗话说得好啊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只要你是真心诚意求得他的原谅，有朝一日你就一定会成功的，啊！我想到了，你要做的第一步，就是重拾你的医道，然后改头换面，让婷婷姑娘看到一个全新的你。
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少彤啊，有好消息 ，Mr. Smith 说啊，他很满意我们那天的招待，而且啊，他也说我们的药膳非常的好吃，所以待会啊会带几个朋友来吃，12点到。真的，那太好了。那我们要像上一次一样，好好招待他们，大家打起精神啊！我一定会使出全力炮制最高水平的药膳。我去叫阿诗下来看诊啊。阿诗。哇！你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啊？难道你知道你要帮顾客看诊啊？不行，我有事要出去。看诊完了才出去吧。今天我们要把那些珍贵的药材啊，全部推销出去啊。不行啊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。你们让阿诗去吧，这个我就行了。你们想想，谁有那么大的魔力可以让他改头换面呢？你要去见婷婷啊？太好了，快点去，这里有名医就可以了。快去吧，快去啊！拜拜。拜拜，加油啊！哇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你竟然耍大牌！混账！我堂堂锦衣卫总旗，你当我是什么？耍杂技的？那你就开个条件，你要怎么样才肯丢飞镖？你说什么条件？没有条件，就是不干。姑娘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他准备什么？这个人很过分啊！他耍大牌，他说的不要表演啊！厉大人，上一次你的飞镖表演真的很厉害啊 ！Mr. Smith 看的时候呢，很喜欢啊，还指明说想再看一次。老板娘，既然他这么喜欢，那看一次就够了。让开！哎呀，毕师兄啊，你说再显两手又何妨？这对你来说那么简单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不是喜欢吃那个什么提拉米苏吗？让姑姑再买2块给你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好啊好啊，提拉米苏啊，巧克力蛋糕啊，草莓蛋糕，什么蛋糕都可以，我都买给你。这买给我一个人吃，只买给你一个，可以吗？你就答应嘛，好不好？既然老板娘这么盛意全全，那我又怎么忍心拒绝？但是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哇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又要吃蛋糕，还要一个人吃，现在还有条。够啦，不要再吵了，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做到。你答应表演就好，什么条件都行，你开吧。少彤啊！嘘，老板娘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别担心，他行的。西风或惆怅，借烛光，树干上指尖流转。乱世刀剑或柔肠，着衣裳的戎装，因爱流放。拨乱时光，低垂了眼眶，温热过往，你的爱曾是我的天堂。战乱上滚烫，谁的泪光？繁华落身旁，只为你回眸一笑的